天天向上提醒您本期看点。我的世界不退让，阳光要点，无所谓多危险，你知道我。力宏是名副其实的音乐才子啊，作词谱曲，从他出道开始真的是样样精通。音乐曲风非常多变。王力宏的曲风，你听过的和没有听过的都有哪些 R&B 的启蒙老师，第一个转音就是跟力宏学的。你来一个，你来一个，现场马上教学。回去。我对唱歌很有兴趣。Baby 不要再哭泣 ，Baby 不要再哭泣。可以啊，气声的。这一幕多么熟悉。这孩子不得了啊！我们的传人，大家对力宏的认知就是情歌王子。非常感谢力宏，就是唯一这首歌让我们能够从相识到相知相爱。非常感谢力宏哥给了我们机会，让我们能够在一起。看到大家开花结果，我们就觉得特别有满足感。今天是音乐情缘啊，接下来将会有3男3女优秀的单身歌手，并在节目最后呢两组队完成心动之歌大秀。会特别欣赏匠人，就会制作的，有绅士风度的男生，长得帅的。你今天应该开了挂了，华人之光最帅俩人都在这儿了。王力宏，接下来3个小时的创作时间，期待你们能够唱出本场的最心动之歌。来，干了这杯酒，新年快乐！新年快乐！真干了。王力宏，不可能错过你们。有时候只需要一首歌就会想谈恋爱，忘了不自由，却会花很多朋友责怪。就在这个时候，一朵玫瑰在我心盛开。就在这个时候，阳光跟着洒下来，看见全世界一起在看湖南台。
可能错过你。缘分这件事有够奇怪，过不去的别要来 baby， 不可能错过你。爱情总要人过不期待，多么愉快，不就是自由自在。太棒了，欢迎王力宏！这里是由猿辅导在线教育独家冠名播出的天天向上，上网课就用猿辅导 APP。来，欢迎王力宏，音乐大来宾，谢谢大家，大家好。就在不久之前啊，力宏在这个跨年演唱会上和我们的这个一博有过合作，对，频频上热搜啊！是的，是的。龙的传人啊！对，同时这个力宏还特别发文表扬了一下我们家这个一博，说：“哎呦，这孩子不得了啊！”是，为什么会这么讲？这不是表扬，只是真诚的描述而已，对不对？发自内心的。对啊！你看人家这么年轻啊，这么帅，多才多艺，又加上他自己有他自己的很多的想法，然后他自己加上他的努力跟他的天分，我相信他自己的路就像他的歌一样。会走到自己的风格，我感觉跟夸我一样，太好了。然后我捡个漏啊，我太好了啊，好，谢谢。对你说到努力，我刚才在后台，我要跟力宏两个人一起回忆，在22年前，我第一次跟力宏合作，当时是在世界之窗的一个湖面上搭了一个巨大的舞台，印象很深刻。因为那个下很大的雨，力宏就在雨中冒着雨，不断的在排练，特别刻苦啊，非常努力。那一年，1999年呢，你看，刚刚出生的，两岁，宝宝啊。刚刚在开场秀当中呢，这个跟大张伟也合作了啊，对我们可爱的大长腿先生，谢谢。对他音乐有什么感觉？就大老师的音乐真的是独一无二的，跟他的个性一样，有一种天马行空的创意，还有一种谁都抓不到的拍子。我是个扑棱蛾子是吧？就是谁都抓不着我。但是因为我跟他合作的比较多次，对，然后真的发现说他的音乐，他的创作非常的努力，自己剪接后面的视频啊，自己做的编曲，自己写的词，就是一手包办，所以真的很佩服啊。大张伟的音乐就是有一种乱七八糟的美妙和家徒四壁的豪华，对，家徒四壁的高级感，家徒四壁的豪华是热情似火的冷漠，是吧？谢谢，啊，是。其实力宏是名副其实的音乐才子啊，作词谱曲，从他出道开始真的是样样精通，擅长很多乐器。您最开始接触的乐器第一样乐器应该是小提琴啊，对，再来就钢琴、吉他、架子鼓、贝斯。都是童年的时候，都是童年的。我童年这么不幸福，不是，就是说这么开心啊，可以学这么多乐器啊。哦，我喜欢呢，我从小就喜欢接触这些东西。但后来又学了二胡、埙，陶埙这个乐器极其的古老啊，上千年的。而今天大家在现场可以看到了，你看这龙钢琴，对，最有名的那个还有龙吉他，都来了，对，我的家伙带来了，好厉害，为什么要把这个乐器跟这个龙这个元素结合在一起？这个也算是我对龙的传人的一个影响我。那龙的传人对我来讲是我非常重要的一首歌，不是我的一首歌，其实是我叔叔的原唱啊。所以对我来讲，可能在我的骨子里面从小就听到的，然后也是我听过的第一首中文歌，家传。所以在2000年的时候就重新做了一个改编，把嘻哈的一些元素放进去，也把这个我的成长背景，把龙的传人的定义变得更世界化。因为现在全球任何的一个角落都找不到中国人，你都看不到龙的传人，所以这首歌的格局可以说是越来越大了。
力宏的音乐曲风非常多变，都尝试过很多很多。对，而且一直都在不断的突破。从开始的公转自转，对，公转自转，对，大 R&B 啊，我的青春呢？这感觉听这歌就有个沙在这儿飘。因为第一个转音就是跟力宏学的，是吗？你来一个，来一个。人的银河，人的银河，你就是我太阳。对，现场马上教学 R&B 的启蒙老师，R&B 的启蒙老师。所以你们不得不承认啊，就是很多年轻的朋友在接触各种不同音乐门类的时候，最开始真的是力宏的音乐，真的是，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么好听的这种方式，哎，对，酷啊！谢谢。因为我们那个王力宏啊，他创造了一种风格，叫做华人嘻哈。对，而且这个华人嘻哈呢，还有3部曲，心中的日月，对，就少数民族跟嘻哈啊，这个。04年我开始做青岛的音乐，就是去采风，然后去了中国很多的少数民族的地方，然后带了我的麦克风跟磁带，去录他们一些传统的乐器跟传统的歌。像心中的日月就是香格里拉的意思。就是在中甸录的这首歌。然后中间的那个音乐真的是他们当地或者收录的他们的少数民族的音乐。什么叫好偶像？我们韩哥教我们，能让你感觉到惭愧，就是你的好偶像。对，这就是厉害。后来还有盖世英雄啊！英雄到来，他的唱法独一无二，这种艺术数一数二，希望帮全世界的华人唱出大家的心声。我们大家的心声。这个就是李岩老师的声音啊！哦，你看看啊，哎，还有京剧元素。你看上一次我们就演了这个《霸王别姬》开年大戏。哦，对，我看了，太棒了！真的吗？这个身段非常到位。那是小川老师扮相，小川老师帮您画的。小川老师2个多小时，然后一博士演的是赵云。哇，你知道弄完以后那个跟帖呀，好多人羡慕那个女化妆师啊，说手在王一博脸上拍了2个多小时啊。是。第3部18般武艺。这个就是民乐，对民乐跟嘻哈的结合，对，所以因此你也就学了二胡啊，对，中阮、古筝、扬琴、琵琶，这些乐器厉害。不能光流行，还流传，对不对？都得学习这个，对，要把有传承价值的，是，通过我们的努力变成有传播价值，那是。现在很流行一句话叫做容颜易老啊，唯独才华经得起岁月的这个摧残。是，你看前锋他就经不起岁月的摧残。我怎么经不起了？岁月在你，我一直自己很保重啊，你去保持体重啊。对。其实力宏音乐当中也用了很多种语言啊，怎么就会有这么厉害的语言天赋？就是混的地方比较多了。我也去过不少地儿旅游了，我怎么不会啊？对，就去一些地方拍电影啊，日本拍电影，香港拍电影，然后就会广东话、日文啊。演过全日文的电影，全日文的电影。对，我只会 see you my 什么的。点菜的时候。对，可也很重要。你看看这也会，下联来了。哎，辛苦了，厉害。学霸主要是啊，什么都会啊，就是干什么都特别的厉害。对，就是家庭有这样的一个氛围。哦，我家里都是学霸，是不是？我是最弱的，在我们家里面。
好凡尔赛啊！王凡尔先生，你在啊？真的，他们我没办法跟他们比。我们来看一下，你看哇，前面是我爸爸，他是医生，他是小儿神经科的医生，哇，厉害啊！他的右手边是我弟弟，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数学，然后站在最高的后面那个我哥也是博士嘛，就是做研究血癌的。血癌。对，有他自己的一个科学研究院，厉害。对，所以就我里面就是弹琴唱歌的，但是呢，有时候会学这么多东西，其实我就是一个好学的人。那是对，这个是一个最大的关键。对，我不是一出生就会唱歌，对吧？或者出生就会写歌，这些东西都是要慢慢的学起来的一些技能。所以我现在就是在你看，从我的第一张专辑的时候到现在，已经1/4世纪多了啊，在一路以来都在学习唱歌，尤其是讲到唱歌，这个是很神秘的一个乐器，对不对？我们所有的乐器都是看得到，对，但是我们的声音呢，我们的这个乐器是藏起来的，所以是最难学的啊。所以我学了这30年，我现在就想要把这30年的学到的这些锻炼的这些技巧，全部都浓缩到一个30天的课程。你看看，叫越学，对，越学越开心啊。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学的话，就可以跟我一起学。但是我替大家问一下啊，就是说我对唱歌很有兴趣，但是我没有音乐基础，那怎么办呢？能报名吗？也没有关系啊，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一个乐器。对，每个人都了不起，是不是？是，所以要开发你这个乐器，绝对是很有意思，对你有帮助，对你不管是唱歌或者说话，或者你平常你的信心也会增加。哎，那是这样的，那从前锋开始好不好？对，前锋在音乐上面有一些什么样的困惑？就是我中低音还可以，但是高音呢顶上去以后容易缺氧，那就晕了。对，就是容易晕，然后唱完以后眼睛闪星星。哇，这个挺严重的哦。那怎么样唱高音才能显得轻松一点呢？其实我一开始唱歌，我的音域也不宽啊。如果大家回去听1995年的我的那张专辑，我大概音域只有9度而已啊，是非常少的。我是慢慢的一年一年的把这个音域扩大了，有很多的锻炼方式。可是最主要的是我们要练我们的浑声区，就是男生的浑声区，大概是从降E4开始。哎，是。如果你可以把这个音呢，慢慢的练，它就可以变成你的头部区跟胸部区的一个桥梁。对，来一个唯一，让他唱唯一好。来，原调是那个，哎呀，王力宏给你伴奏，哇，做梦都没有想过。你，哇，这口老痰，刚刚那个是吐痰还是开嗓啊？不，开嗓啊！你就是我的唯一，两个世界都变形，回去。我对唱歌很有兴趣。星星出现了没？有一点了，那边全是星星。那个音该怎么上去呢？其实是喂，你可以从这样子练。哎，我好像找到那个混音了，混音来。我们就慢慢，就真的不要勉强啊！哦，就我们会先开始，比如说碰一下就回来，喂，对，就先碰一下，然后再碰可能3下，哦，然后再把它变成一个长音，开始习惯那个位置在哪儿。哦，这个对了，这个轻松多了，没有看到星星，没有天旋。我知道了，就是混音区，明白了。大张伟有什么困惑就是说，因为王力宏特别帅，因为很多人唱歌的时候的脸，刚才前锋也是，就是一使劲唱歌的时候，脸就表情管理就特别的使劲。然后，因为你毕竟是艺人，站台上吧，得是那种得帅，但是又能够保持帅的同时又唱高音，这怎么办？哎，
其实讲到这个表情非常的重要，对，表情控制，因为我们唱歌，我们也是演戏啊。哦，我的唱歌的一个启蒙老师，他也是总是灌这个概念到我的脑子里面。他说，唱歌就是演戏，只不过你的台词是带着旋律和节奏而已。哎呦，那我们学唱歌很少会提到这个，比如说眼神啊、肢体啊，但是很多的歌手就是败在这儿，像你刚刚说的，唱歌没毛病了，也学了他的歌，准备的滚瓜烂熟。对，但是到台上的时候，观众没办法被说服。对，一唱高音只能靠拉麦。就这样环绕这样来环绕自己的脸，或者唱得非常投入，然后看着他来个大特写，然后非常恐怖的。这个怎么办？我觉得其实如果说眼睛的话，也要控制，因为我们紧张。哦，乱眨眼睛，眨眼也不行。力宏有一个超能力，他可以3分钟不眨眼啊。也不算超能力啊，就也是练的，练不眨眼。对，练不眨眼啊。我现在在睡觉，你知道吗？啊。不管是在演戏或在唱歌的时候，可以锻炼边唱，然后不要眨眼睛，因为我们眨眼睛啊，我边不眨哈边说，我们眨眼睛的时候，观众会不知不觉觉得说我们是弱的，我们是没自信的。哇！所以如果一直不眨眼睛的话，在潜意识里面，观众会被你说服的。就是一直在跟观众交流，整段就不要眨眼睛。我们连说话或者唱歌可以试试看。不眨眼，真的没有眨呀，对吧？哎呀，不，魏晨做不到，不可能能做到，那不会迎风落泪吗？唱着唱着哭了怎么办？迎风那就很难说了，风多大？风有这么大？哭了更好，就迎风落泪，然后感情到了，感动了自己，也能感动观众。要眨还是不眨也是一个选择哦，每个人有每个人方法啊。对，一博有什么困惑？一博现在就是因为力宏哥就是唱的时候，就情感就是很丰富，就是如果在唱歌的时候有更好的情感的传递跟表达，带感情啊。其实情感我们也有乐学有一个课程，就是我们希望唱歌的时候，歌手可以累积很多的音色。如果我们只有一个颜色，我们所有的表达自己的方式都被束缚了，都被束缚了，只能是一种范儿。对，但是如果是一个歌手，吧，或是或暗沉的都是戏，对不对？就是音色，发音的方式，自个儿的琢磨，都完全不一样，可以成千上万的不同的，可以有颤音，可以有气声，可以紧的，可以松的，可以亮的，可以暗的，就很多种可能性。对，或者是那个音头可以有个对吧？对。我怎么了这是？或者是音尾可以有个对吧？可以有一个放气，气声收尾。这些的音色，我们都要通通都收藏啊。那我们能不能通过一首歌，比如两三句，然后实战一下，实战一下？比如说 ，Baby 不要再哭泣 ，Baby 不要再哭泣，再哭泣，就唱低。对，来一博。Baby 不要再哭泣 ，Baby 不要再哭泣，可以啊，清唱的感觉。对，还是气声多一点啊，一波有一种沧桑的那种，是吧？是吧？不要再哭泣，耶，是吧？就是因为其实这跟模仿差不多，就跟模仿各种人差不多。Baby 不要再哭泣，就是这个张学友是谁都不知道，张学友啊，对啊，还有那种怒音歌手。Baby 不要再哭泣 ，Baby 不要再哭泣。所以声音太好玩了，那么多种音色，模仿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方式。下一句啊，这一幕多么熟悉，这一幕多么熟悉。所以我们可以试一个有一点颤音啊。这一幕多么熟悉，这么多模样啊！这一幕多么熟悉，来了。
来了，对，有点蔡音。这一幕多么熟悉，可以，这一幕多么熟悉，可以，哎，要，或者是来一个气声的，这一幕多么熟悉。哦 ，sexy。这一幕多么熟悉，这一幕多么熟悉。哇哦，给耳朵按摩了耶！ Baby 不要再哭泣，这一幕多么熟悉，这一幕多么熟悉。这熟悉，来一个哭腔的啊！这一幕多么熟悉，这一幕多么，这一幕多么熟悉。易中天来了，是那个。这一幕多么熟悉。这个少了一个点，对，少了一个点的啊，对。所以其实很好玩，我们就要收藏这么，不管是来自于模仿，或者来自于我们自创的，都是多一点点的音色，我们可以自如的选择，好吧？听完前面这一段之后，我们发现其实力宏非常有这种教学的能力，特别棒，就很有那种老师的感觉，希望可以分享。所以大家会不会去报名学习？当然了，我也要报名。当然要去啊，一定要好好学，越学越棒，天天向上，是不是？哎。现在呢，我们都知道啊，想学音乐可以找力宏，那想要学习文化课程应该找谁呢？当然找我们的这个猿辅导在线教育啊，网课专业大品牌，孩子学习辅导都不用愁。猿辅导 APP 互动直播课，小初高课程一网打尽，孩子们喜欢，爸妈们放心，大家一起来下载猿辅导 APP 吧。刚才啊，就是把这个力宏老师的一面呈现在大家的面前，教学能力。当然，大家对力宏的认知有情歌王子，对他的这个情歌，在各种告白呀、婚礼现场是最经常听到的，大家最喜欢的旋律啊。然后每场这个演唱会现场都有很多情侣，就借着您的音乐，然后在下面表白求婚。据说您一唱歌就能结姻缘呀！哇，哎呦，你看看，月老。来，我们来问一下现场。因为力宏的音乐结下缘分的，请举手示意一下。有缘分一道桥的。哦，那一对。哦，你们好，还穿了情侣服，怀里还有个小孩儿。哇，睡着了。都有爱情的结晶了。哎呦，太棒了，多可爱！行了，他睡得很舒服，不要打扰他睡得非常舒服。你们两个是什么时候因为他的哪首歌结缘？其实我们是在唯一那会儿就是喜欢上力宏了，然后现在可能有21年了已经。然后其实我们认识是在2010年那会儿，力宏在成都来的时候，然后我们就去参加这些活动，慢慢的，然后我们俩就日久生情。哦，您二位等于是最开始歌迷会的，是不是？对。日久生情。在哪里求的婚？当时唱歌的对不对？唱的王力宏的《唯一》。对，因为我们毕竟是因为力宏认识嘛，所以当时我就穿了王力宏演唱会的纪念 T 恤。当时他答应的特别爽快，我也觉得他这个决定非常正确。那是。我们也非常感谢力宏，就是《唯一》这首歌，让我们能够从相识到相知相爱。然后我们也希望未来能够和他手牵手一起继续去听你的演唱会。好棒哦！棒了，祝福啊！很高兴看到你们的孩子了，哇，太可爱了。我们宝宝里面有个名字里面有个红。对，我们是专门给他取的。然后第一呢，就是为了纪念我们因为王力宏在一起的。然后第二呢，就是希望他长大以后能像力宏叔叔那样，就是谦逊，然后又有才华。很棒。哎，两位想不想现场听一下力宏现场版的《唯一》？什么？我来啦！我的天空多么的清晰，透明的承诺，
是过去的空气。最近我无法呼吸，连自己的影子都想逃避。Baby， 你就是我的唯一，两个世界都变形，回去的很容易，确定你就是我的唯一，独自对着电话说爱你，我真的爱你 ，Baby， 我已不能多爱你一些，其实早已超过了爱的极限。哎，小朋友听着都感动了，哇 ！Baby， 你就是我亲生的。那当然了，唱给 baby 的。好，在我们现场呢还有一对情侣，你看看，哇，真的吗？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其实今天在这儿说我们的故事，我还有点尴尬。哦，因为现场的很多人我都认识，是我的同事。我是湖南台的一名后期剪辑。哦，老师好，是我们的剪辑。咱们节目的后期啊？这个节目的。对对。哇，头发还在，哇，了不起哦！嘿嘿嘿。旁边这位是我女朋友。哇，欢迎！当时我还在实习的时候，在找一段合适的甜蜜电乐，就找到了力宏哥的 Forever Love。然后点进去之后，我就发现里边的热评的前几条全是女生留的。其实我一般不喜欢留评论，但是那天就鬼使神差的，我就留了一条评论，我说为什么这首歌的热评前几条都是女生？然后女朋友就有一个人就给你回了，对，而且是半分钟之内就给我回复了，就在隔壁的一个剪辑房，对不对？啊，秒回，而且是走过来回的啊，走过来回。当时他发完那个评论，我也是不知道为什么从来不回复的时候，就没忍住就回了一句偶像剧，哇，这也太有缘分了吧？对。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其实是相距1000多公里，我一直在北京工作，他就是在长沙工作。后来那天晚上你就没有给我们剪《天天向上》，一直跟他在聊，对不对？确实。导致第2天节目播出都耽误了，对吗？没有。那首歌里现在得有100多万份评论，都是你们俩聊天在那儿一直。我们当时板聊了好几个小时，确实是。你看了，在这个评论区里一直聊起来，为什么？我觉得是这样的。然后就大概多长时间见面了？2、3个月之后吧，而且我们这2、3个月里边，就是最开始说好只做听友，都没有见过彼此的照片，也不加微信，但是就是聊着发现2个人就忍不住了，就是不光兴趣爱好相似，而且那个3观很合。哦，还聊到3观了，聊到3观了，哇，3观合了之后就看5官了，对不对？看5官之后呢？然后我们就利用项目结束的空档期去北京找了他，然后就正式在一起。哇，一见面 Forever Love 奔现了啊！然后那个 Forever Love 这个歌，当时你唱了吗？你们俩互相唱了这歌了吗？他并没有给我唱。你看这么多年都没有唱过这个歌吗？唱一下嘛，唱一下，给你伴奏一下。对，来了，没问题。偶像给你伴奏唱歌，献给你的女朋友。哇！我可以提个要求吗？虽然我们是因为这首歌相识的，但我还是更希望在现场可以听到力宏为我唱这首歌。Forever love, forever love， 我只想用我这一辈子去爱你，从今以后。是所
谢谢。好幸福哦，感觉好幸福啊！哇，而且能让自个儿的连里的这个偶像在唱，这简直是三生有幸。我要是现在2个人已经喜结连理了啊。还没有。然后今年下半年我们就准备结婚了，啊！祝贺！恭喜呀！谢谢。非常感谢力宏哥给了我们机会，让我们能够在一起，谢谢。很荣幸，恭喜你们，谢谢。祝你们幸福。千里姻缘呐、力宏在你这么多年的这个演艺生涯当中，就是因为喜欢你的歌，然后走到一起的，就面对面能够见到的这样的机会多不多？这青年男女。去年不多了，因为疫情的关系啊，但是往年都很多了。对，经常都是在各种活动啊，或者演唱会的现场都会看到大家。因为我觉得，身为一个创作人，可能大老师也有同样的感觉嘛。写了一首歌，然后真的走进人的生活之后才有意思嘛。对，我们写歌不是只是给自己听而已嘛，就是跟大家分享。然后走进了你们的生活之后，变成像这对开花结果，我们就觉得特别有满足感。我现在应该去幼儿园，应该很受欢迎吧？然后就是那些小朋友们都在唱我歌，那个演班会，对不对啊？或者打扫卫生的时候，我手机咔嗒，然后就开始了啊！而且果汁分了他一半啊，对，也学会了分享，一起活到99啊！行，太棒了。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音乐情缘啊，我们接下来将会有3男3女优秀的单身歌手将会在我们节目现场喜结连理啊！嘿，不，还没到喜结连理这一步呢。对，就是他们啊！我们将会以歌会友的方式给他们提供一个相互熟悉的机会，并在节目最后呢两组队完成心动之歌大秀。是的，首先有请3位单身又可爱的音乐精灵。欢迎，掌声鼓励！各位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曾妍，我是一名幕后音乐制作人。我用了10年的时间创造一个新的音乐纬度空间。音乐制作人啊 ，producer 啊，来了。大家好，我是蒙古族女孩诺尔曼，毕业于伯克利音乐学院，现在就读于上海音乐学院研究生。我致力于把即将消失的民间音乐挽留在这个世界上。诺尔曼是美国这个伯克利音乐学院有史以来首位来自内蒙的这样的一位学生啊。那我是学妹了，学妹啊，对啊，学妹好。来，春花。大家好，我叫谢春花，我来自浙江金华，毕业于浙江工业大学翻译专业。我把生活写成了歌，用歌曲记录自己的生活。你好啊！3位女生的音乐都有自己不一样的风格哦，我们依次来了解一下。好。
掌声鼓励。诺尔曼擅长的是民族流行音乐，而且呢，诺尔曼是火遍全国的那歌曲《吉祥三宝》的原型。哦啊，哎，对啦，您是原型的意思是？就是这首歌是94年，我爸给我，哎，我会暴露年龄吗？就是给我3岁写的生日礼物。等一下，我们来算一下，他既然说会暴露年龄啊，就算一下，94年的时候，爸爸给3岁的他写的歌曲。94年的时候3岁了，94年。那2021年的时候，完了，19岁啊。对。不，这个还得算，得找岳父导找岳父导来算，对不对？嗯。当时当时因为还小，自己唱不了，太小了。不是，这首歌被发现05年了，对，那个时候我已经很大了，就是不太适合唱童声。对，唱童声，而且我已经很高了，我跟妈妈一边高，然后正好小英她是我表妹嘛，那个时候她正好7、8岁，然后很适合这首歌，然后就她来唱。那你会不会因此有一点点嫉妒？对，没有，其实我被问过很多这个问题。我爸我妈没有遗传他们的好嗓音，他们是属于比较大嗓子的，我从小就是小嗓子，就是我一写歌他们就夸我，我女儿你看我们写歌对，然后但是我一唱歌他挺好的，算了，不错，就这种不错啊。平常会关注就是其他民族的这种音乐吗？我非常关注少数民族的音乐，包括其他少数民族的音乐，因为我是在少数民族大院里面长大的，而且我每年的寒假、暑假都会去北方的少数民族地区去采风，收录一些民间的音乐呀、舞蹈啊这样的影视跟音频。那收集民族音乐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让您印象深刻的这种经历啊？哎呀，好问题，去年冬天我去大兴安岭那边，我们去采访到了一个鄂尔登挂老奶奶，她是鄂伦春民歌传承人。这个老奶奶刚做完手术，身体小小的就坐在那张床上，但是她声音一出来，非常非常的洪亮。3、4个月之后，这个老人就走了啊。就是这个老人走了之后，他那些东西没有传承下来的所有的歌，就随着这个人离开这个世界就都没有了。所以我就觉得说，真的不再去把这些东西记录下来，真的非常非常的可惜。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遗憾吧。对，听不到是小小的遗憾啊，但是未来再也听不见了，这个就很遗憾了啊。接下来我们来了解第2位女生。小曾同学啊，擅长空间奇幻音乐，对，曾经获得金唱片最佳世界音乐歌手，还曾经担任2012伦敦奥运会的时装音乐秀和各大时装周的这个音乐秀的音乐制作。什么是空间奇幻？其实空间奇幻就是换一个思维去体会不同空间的原始音乐，而且它可以达到就是身体和情绪，包括内在力量的调整。我们在欧洲和南半球就是有专门做这个内在就是情绪解决，还有内在情绪刺激，比如警察他审讯用，它可以刺激你大脑波在时刻当中不停的转动，这是一种生理反应，所以人们听到的时候就会不断的产生就是毛孔反应，然后发抖，包括牙酸这种叫情绪荷尔蒙反应。
我想跟大家再讲啊，就是我说那个像青蛙和蝴蝶的这个作用的频率磁场的吸引哦，那种音色。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难得啊，感受一下，非常难得。这是蝴蝶的声音了，就是您这个音乐可以招来蝴蝶，是不是？对对对对，招蜂引蝶是吧？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对对对，就是通过那个频率吸引它要出来，尤其是山。我觉得蛮酷的，特别特别的酷。哎，它这里面还有很多就是用于来催眠的啊，催眠，哦，这个我喜欢。现场的观众要不要体验一下？要体验一下啊！啊，抓紧口袋里的钱包，对，那我们待会儿会上来的啊。催眠的音乐。哦，这个好像听过，哎，好像都是。你现在非常的困难。你知道吗？其实它是我在亚马逊那个河边哈，就是它有那个水的动态，就是水滴，就还有一部分是在溶洞里采的。它那个刚好是在那个时间点滴出来的那个频率，啊，它都是有时候的。明白哦，人特别讲究，就是啊，这个世界需要这样的人啊。接下来我们了解我们已经等了很久的第3位女生。来，我们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春花啊，95后最受欢迎的原创音乐人之一啊。哎呦喂，春花是您的本名吗？艺名。哦，艺名啊。真名叫知飞，知道的知，非常的飞，谢知飞。当时是因为一个什么样的契机就开始进入了音乐创作之路？大学时期的时候参加那个散打课，那是看得出来啊。然后体育课就是最后考试的时候是要自己对着空气打。我觉得我还挺厉害的，对着空气打，把自己脚给摔骨折了。然后我就回去待了3个月，就那3个月里面，因为没有其他事情干，然后那个时候就开始写歌。春花被称为民谣界新晋的才女啊，22岁的时候就拿到了最佳民谣女歌手奖，专辑的这个封面啊、插画，全都是一手操办。文艺青年嘛，一定得自个儿画画啊！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我的第1张专辑，2016年的时候发的。这上面的字是我自己写的，就是这个设计的形式里面的插画。哇，钢笔字练这字啊，那字很漂亮，厉害厉害。这个比较有意思，就是我自己画水彩画。这是心脏吗？其实是一颗变形的草莓，然后变形的草莓有点像心脏哦。他近期啊跟这个谭松韵合作了一个新单曲，叫《想变成一切美好的事物》啊，是以女性为主题的。这次非常荣幸能跟松韵合唱这首歌。当时我们选歌的初衷就是想选一首就是甜甜的美好的歌曲，因为我们想通过这样的歌告诉大家，每个女孩都要喜欢当下的自己，就是送给女孩们的一首歌。你说你觉得世界没有什么事情留恋，好像所有快乐、悲伤、幸福、失落、失望不再灵验。Oh pretty, oh pretty, I care what you care， 只要你快乐，只要能在你左右。谢谢。
本期我们天天向上的3位女嘉宾是为了找到这个心动之歌的音乐搭档来的。问一下3位这个女生啊，什么样的男生能让你心动呢？我会特别欣赏匠人，因为我还算不上匠人，就是特别倔强的人，对不对？都是酱子的人，打酱油的人啊，然后就反正就是一个巧手的那种啊，工艺人、工艺大师，就能动手，厉害厉害啊！好，二曼啊，自信的，而且很有绅士风度的男生，这样的男生会让我有一种激发我的少女心吧。绅士风度要有绅士风度，这个是要动手的，这个是千万不能动手。对，我们会留意啊。春花，我会特别欣赏那些在某一件事情上非常专注的人，比如说当他弹奏乐器的时候的那种投入的样子，就会让你觉得哇，他好帅。那你今天应该开了挂了，华人之光俩人都在这儿了，真的，对不对？哇，是不是？我跟王一博吧，不，no， 王力宏跟王一博，他俩就是一炸。王炸，好，我们已经有了3位非常优秀女生了，接下来有3位慕名而来的男生，他们每个人都带来了一首歌。好，我们首先有请第1位男生。起起落落，摇摇尾巴看我，你在想些什么？我以为我都懂，眼眶泛红，解读成了感动，成熟可爱的痛，承蒙爱的凝重，你的嘴里说着什么东西，柔柔委屈，风里成了调皮，无数威逼，用爱包裹成云，飘向了你，爱着你。一个人、2个人、一群人看着你，爱着你，疼着你，放心不下你，要保暖，要穿衣带，好想捐出去，热熬我都是为了你。看手机回消息，正是我的爱意，别叫睡，别天意，这是战胜恐惧，送走了小猫咪，你记得更好的事，这都是为了你。我们来问一下3位，对这首歌算不算是你们的心动之歌？我觉得君硕他长得很帅，然后他的音乐表演很不错，但是我更喜欢含蓄一点的。就是见到徐老师的人的时候，感觉他是一个很乖的那种男孩子，但是站在舞台上，他表演他的歌曲的时候，又有那种很邪魅的感觉，所以就是他有一种反差感吧。我觉得他的台风很好，然后我看他在舞台上面也是那种非常投入、非常专注的，还是挺喜欢这种表演的。听出了一种好像是提前写好答案的那种。我们请这个君硕自我介绍一下。Hello， 大家好，我是音乐剧演员、歌手徐君硕，然后来自福建福州，现在在上海工作，然后在上海音乐学院音乐戏剧系读研究生。然后就是因为今天知道跟女生们写个歌、唱个歌嘛，就我之前自己写了几个歌，但都没写过情歌，所以今天是把音乐初恋送给天天向上。对，君硕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深入人心中，有非常亮眼的表现，并且拿到了首席的席位。谢谢啊！现在成为歌手以后，和之前这个做音乐剧演员有什么不一样吗？因为音乐剧演员有很多框架嘛，你要在一个角色当中去塑造这个角色，其实很少会去展示你这个个人散发出来歌手这个性格的魅力。比较大的区别就是要去塑造角色，因为它是剧嘛。是，对对对，君硕还为很多经典的这个音乐剧啊，比如说《恋爱指南》呐、《摇滚红与黑》啊等做过这个译配，还受邀啊参加《永远的君主》的这个译配和演唱了中文版的 OST。他这个做译配对唱歌有这个辅助性的作用吗？就是因为就是把外语的这个歌曲，然后去写成中文嘛，因为我觉得它会比较注重语气。就我们在译配的过程中，肯定要把中文的语境融合到歌曲当中，听起来不会奇怪。特别是我之前其实有受到大老师启发，就是他的静止的那个歌，它有通感，就是字幕围绕着电视类似这种感觉。然后我就会经常在这个里面去使用，而且也会用一些练习的方式去培养这个语气，就是我们老师教的咬着筷子去唱歌啊。为什么要咬筷子唱歌？因为其实音乐剧它的那个
很重要的点在于它吐字要清楚，它可能不是说跟着那个旋律啊 melody。那筷子是怎么咬的？是横着还是直的？竖着咬叫雕，对，就这么。乌黑的发尾盘成一个圈，缠绕所有对你的眷恋。就我们一直这样练，试着好不好？他小鸡人儿啊，红回地呀，天下有。对。希望围绕着天使，垂直坚持啊！我家那傻子。那我们这个女嘉宾，谁愿意跟君硕互动一下，挑战自我？可以啊，可以啊。春花和诺尔曼啊，我们来一起互动演绎一下《当爱已成往事》。你问我为什么不再给你安慰，在寒风中漫步有家不回，好几天不见面也无所谓。你问我为什么把你的心退回，却又毫不后悔把照片撕碎。你问我为什么开始喝酒，而且每次都喝醉。不要说我做的不对，不要说你永远不会，因为我在无意间听见有人叫你宝贝。叫个宝贝怎么了？你能不能给我点面子啊？不要说这是个误会，也不要说你绝对不会，因为我在无意间听见峰哥叫你宝贝。宝贝儿。我不再是你的宝贝，你让他叫你宝贝，宝贝。Oh my god！ 诺尔曼，峰哥，看这回叫没叫他宝贝儿啊？你不要说我做的不对，你做的就是不对。你不要说你永远不会，因为我在无意间听见他们都叫你宝贝。他们都是亲戚。宝贝。不要说这是个误会，这真的是个误会。也不要说你永远不会，因为我在无意间听见他们都叫你宝贝。你也可以叫，你也可以叫。原来你是这样的宝贝。谢谢老师，谢谢。包贝儿，哎，包贝儿，好客这位姑娘啊，好多宝贝啊，都是她宝贝。问一下君硕，就是跟2位女孩子合作的感受哦。其实很不一样，因为花花很霸气，她能对起那个感觉争吵的感觉。哎呦，慢慢就是感觉是有撒娇的那个感觉。慢慢的花啊，谢谢我们的君硕啊，好，稍作休息。接下来我们来了解第2位男生。
怎么样？我的怎么样？帅。来，人家来，我们来问一下，三位对这首歌算不算是你们的心动之歌？我觉得他就是 rap 好帅，我自己最近也在学习一些，然后他上来之后还会有一些这种舞蹈的动作，心动。我觉得炫婷她音乐的内在力量是很强的，不管她是从她的说唱，还是从她的声音技术，都很不错。刚才看到刘老师的表演，我觉得他是一个我生活中很难遇到的那种类型。来，我们请炫婷自我介绍一下啊。大家好，我是刘彦婷，就是今年23岁，来自新疆。去年呢，刚刚收到伯克利音乐学院的 offer， 即将成为力宏老师的学弟。你说话说清楚点啊！有点。你说话又来，我听着怎么回事？大张伟都听不清楚你说话。对啊！我其实一直也想有个问题问力宏老师，怎么样能拿到您的奖学金？这个是要考的。对，因为我在 Berkeley 有个奖学金，每年都会有选一个优秀的学生，全部的就免费去的。哇，这是要好好努力一下，好好努力，加油呗啊，努力啊！炫婷之前是学什么的？我之前是学商的，工商绝止语。没有人以前学这商业的，对不对？商业。之前在学金融商科，对，在墨尔本大学。怎么从商科又转成了音乐的方向？其实就是因为之前很喜欢跳街舞，就是在初3的那会儿。街舞，帅哦。对，没有。然后后来就是因为街舞，然后喜欢上了街头文化，然后后来就不回家了。然后呢？然后就是到了高中，2017年的时候，偶然看了一场大型说唱演出，真的特别的震撼。对，非常厉害。当时我就跟哥哥姐姐说，我说我有一天也一定想要站在台上。然后19年就参加了一个说唱节目，还获得了一个不错的成绩吧。怎么说呢？证明了这个事其实是可行的。然后如果你喜欢一件事情，是可以努力就做成的。是，对。哇，炫婷就是从一个说唱节目里面杀出了一匹非常年轻的黑马。啊，所以我们来问一下力宏，觉得前辈，问一下前辈啊，表演你感觉怎么样？他的说唱的这种感觉，你觉得怎么样？前辈，对，说你这么多前辈，我不对，王前辈，词挺多的，但是节奏感很溜，这个 flow 很好，对，特别快哈，对，是练出来的哈。而且每一个饶舌歌手都有自己的一个 flow 嘛，这就是自己的风格。真的所以炫婷，你是属于哪一种？我喜欢那种偏快，但是我喜欢节奏切分很大的那种。因为力宏当年是很厉害的，对，力宏被称为说唱界的标杆，然后说有过1秒8字的这种说唱速度。炸这个炸，我的节奏可怕，我的舌头火辣，我的口水发烫。Make it down, nobody round, that can be found better than me. I'm here, I'm saying, return to the king， 这么好听。They're gonna make it a beat, ain't nobody beat touching me， 跟我距离差108000里。respect。看这个哇，吐字又清晰又快，哇，好酷啊！力宏，你给我们现场可不可以展示刚才那一块儿？就是刚才太酷了，特别快的那个。炸这个炸，我的节奏可怕，我的舌头火辣，我的口水发烫。口水发烫，哇 ！Make it down, nobody round, that can be found better than me. I'm here, I'm saying, return to the king， 这么好听，跟我距离差108000里。好听，我觉得真的。那我们让炫婷也来挑战一下，对，来，我也想请力宏老师给我帮个忙。天天向上提醒你消耗看点。可能速度稍稍有点慢，可以再快一点。这种声音好听哎，他是很擅长一个乐器二胡。说好不消前往。这个二胡是调的是哪2个音呢？有人动了二胡，然后调已经不对了啊！有人害你动了二胡，那2个男的。1号，您心目当中的音乐搭档是？我觉得应该是。猿辅导在线教育，天天向上，待会儿见。猿辅导在线教育，天天向上，现在继续。本节目由猿辅导在线教育冠名播出，上网课就用猿辅导 APP。那我们让炫婷也来挑战一下，对，来，我也想请力宏老师给我帮个忙。B-box， 对，B-box， 我们韩哥会吧？韩哥，来，大。Everybody 想要过来模仿我的菜，黄皮肤说唱的 swag， 遍布世界不再去 hide。
哦，把这段 verse 刻在脑海，够够算你知道我的新时代。哦，难以置信的快速，他们全都听着我的断了喊着 so fast。Yeah。哦。可能速度稍稍有点慢，可以再快一点。可以，还要再快啊？再快，再快一点。哇！来，我调一下节拍器。Hey, everybody 想要过来模仿我，才狂比扶手唱的 sport， 遍布世界，不再去 hide。把这段 verse 刻在脑海，够够算你知道我的新时代。哦，难以置信的快速，他们全都听着我的断了喊着 so fast。哦啊，厉害厉害厉害啊！厉害，对。哎耶，有感觉。通过刚才的了解之后，到目前为止，大家觉得炫庭搭档谁比较容易产生火花？谁会 B-box？ 在家里见面，我觉得就是曾岩吧。曾岩吧，好，那待会我们就可以合作一下啊。我们感谢我们的这个炫庭，接下来我们了解我们已经等了很久的第3位男生。考试考得好不好啊？有没有拿到大红花？老师夸我是个乖仔啊，爱惜自己，保重身体吧。长大了，出息了，要笑着回家，别忘了这里的青山和路啊。记得要带一瓶辣椒在身上，还是常记得跟妈妈报平安。走喽，行喽，走喽，行喽，哒来，哒来，哒来呀，欢迎第3位心动男生邓建超，欢迎！啊，这个声音好好听啊！哎呦，声音好听哎！我叫邓建超，湖南益阳人。哦，你益阳的？我益阳的。益阳何子开子？益阳云中的。云中啊？对。你是云中，我是镇上的还是？曹伟珍。我是四湖山镇的。哦，真的吗？真的。我不信。你为什么不信呢？啊，对，湖南益阳人啊。那先问问3位女孩吧，听到邓建超的这个声音以后，我觉得我们3个都很感动。从他的歌词里面，我也能看出来他是一个真正热爱生活的人吧，所以我觉得他的歌非常棒。他的那种声音的美感，还有他对音乐的这种情绪的渲染力都非常高，所以我非常希望跟他合作。可能他也许很敏感，所以他才能写出这么直击我们内心的歌。哇！建超凭借一个原创的歌曲啊，就获得了节目的一个非常大的认可。怎么会把这个流行音乐里面会融入到花鼓星？因为我从小是在外婆家长大的，然后有很多人去搭那种小戏台子，就在后面玩。我听不懂，其实大家在唱什么，因为太小了。但是我就依稀记得这一句，就走喽，行喽，到来，是个雷，是个雷啊。对，后来就是北漂完之后，我觉得不是很顺利，然后就沪漂。到了上海之后，就有一次直播，就吃着橘子，然后跟大家聊天啊，怎么回家过年，就聊着聊着就有一点点想家了。对，从毕业出来也有好几年没有回家，所以那个时候就边直播就边写了这首歌，就哭得稀里哗啦，还挺好笑的。当时那种感觉就是我从悲痛中来，但是笑得泪眼连连的那种感觉啊，对。他是很擅长一个乐器二胡。我跟力宏老师就是都有二胡的经历。你是小时候就学了还是长大？小时候4岁的时候，一直坚持到现在，一直坚持到现在。那就太不容易了。听听看啊，听听看，掌声鼓励。
听一下。这个二胡是调的是哪2个音呢？他没法弄，他没有标准音，他没调啊。对，抱歉，这个没调，然后好像有人动了二胡，然后调已经不对了啊。有人害你动了二胡，那2个男的，那2个男生为了让你出糗，明明假装相亲，居然还认真了。还有乐器课，对吧？声乐课都来了，来。说好不交千忘掉，拥抱变成了煎熬，发作想你连今晚睡得无聊，请原谅我多情的打扰。大超，你小时候听说胎教就是听 KTV？ 对，就是这个是一个 KTV 麦霸，然后我们的 KTV 麦霸1节，我妈妈在那边，妈妈气质很好。妈妈怀我的时候，对，她就一直有听王菲啊，然后听邓丽君，所以我很小的时候就一直在胎教了。妈妈也很喜欢唱歌，她很喜欢唱歌，所以自己就开了个 KTV。啊，妈妈是开 KTV 的啊，对。所以我妈妈其实自己就是一个麦霸，然后麦克风机也没交给别人过，然后交给我手上了。哇，好厉害啊！就从这个启蒙，然后后来我写歌就是也是出去采风写。那我们刚才就了解了一下大超，我们觉得他跟谁搭档会有可能产生火花？对，我非常非常喜欢超超的音乐，然后他也超超，哇，已经叫超超了，慢慢。邓老师，妈妈在哦，妈妈在哦。对 ，Super 啊。那个就是因为我觉得他也是从民间的音乐里面能采取到元素，这个跟我做的很多事情也比较相似，所以我还要和谐。我觉得合作起来应该会很顺。听完男生的所有的对歌曲的介绍，那请我们的男生移步到排练厅，等待你们的音乐搭档的到来。来，3位男生请移步。接下来就是女生选择的时间了，我们要通过抽签来决定选择的顺序，同时呢，选择顺序也将成为他们组队以后表演的顺序。好的，来，有请。好 ，OK， 叫底部看一下第几号。1、2、3，就这么巧。1号，您心目当中的音乐搭档是？我觉得应该是建超，因为我觉得他的声音首先就是非常的空灵，然后加美好，就是有那种梦幻空间了，就我觉得还和我比较平衡。我想选那个刘老师，我觉得他的音乐风格很年轻，然后我想融入我们很古老的民歌，进跟年轻的那种试一试。都是伯克利的，对不对？对，都是一块，而且是一个学校的。对。我比较喜欢君硕他说的那个诉说感的东西，因为我平时自己写的东西也是在诉说，而且我也不太喜欢那种苦情歌，我也喜欢带点甜甜的元素。啊，甜甜的讲故事。3位女生都已经做出了自己的选择，请大家即刻前往这个排练厅，3个小时的创作时间，期待你们能够唱出本场的最心动之歌。再不要停。Hello。来握一下手。这么深，真是好。我们就切入主题了。切入主题了？对啊。对，我就想了解你一下嘛，因为你比我去的地方多，我想了解一下那个亚马逊河。你好像在专访我。哎，没有。热带河。自己弄的录音棚。对，在森林里。森林里面，那这会不会很潮湿啊？对，就是，而且那个蚊虫很多吧？你怕不怕？老师真的很好玩，就是他跟我的沟通很直接，很爽朗，所以我会觉得这次很纯粹，很简单。我其实对爱情的期待特别简单，
我是很喜欢那种从一而终的爱情，就是我可能比较小，不是，我是说我对爱情的期待会比较小，就是我是比较自私的。爱情对于我来说，就真的只是2个人的事情。我希望我追求到的爱情是，先活出我自己。不是说我们只会温柔啊，一味的去，奉承别人，或者是听你的想法，我们还是会对爱有自我的，对，有自我的。刚刚那个前奏还蛮好的，对。我就应该加一段二胡。我也是想把二胡拿进来的。你能拉一个爬音吗？就颗粒感再强一点的。对，或者是可以让它再缓一点，如果觉得这个可能速度有点快哈。对，你，我不知道你的想法。我已经进去了，我刚刚一瞬间我就感觉我的整个情绪也这么还蛮舒服的，就是跟吉他，然后跟这样子的一个情歌表述。所以音乐最感动的地方就是它可以一气呵成。我习惯就是主导音乐方向，但是因为他的音乐修养和内在修养都非常高，我觉得对我的认可，我觉得这个是我很感动也很感恩的。欢迎大家来到《最心动之歌》公演舞台的现场，有请曾岩、邓建超带来《心动之歌》。一直留下匆匆忙忙一种一片只字与片语，拂袖着颤抖挽起衣袖，洗尽相思的凌乱思绪。话说在眼上，一出漫漫细雨，风雨天外天亮之化为至此。纸短情长，一杯等到了月光，提琴难上，也要不能敢遥望。我是妃子，你我相同的心事，无人飞夜路大事。Hello， 你好。就一会儿再握吧。一会儿再握，好吧。好，你不问我为什么要选你吗？对。就是因为刚才看到你的表演，然后就就很年轻。明白。就是吗？不是，谢谢。其实我心里面我还是感觉你其实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人选，就是剩下3位比赛，就我跟大家的风格其实差都挺远的，但是就是你当时一开口的时候，我可能更有一种
回忆追忆家乡的感觉。我自己也从小是对有民族风味的，像那种风味，你这说风格。哦，风味感觉像是吃的，好像弄得我有点饿。你吃一个吧。好了好了。然后我们那边有一个民歌，就是叫《小白兔》，就是讲有点像环保主题的。我可以比如说当一个引子进来。对，我懂，对，表达主旨嘛，热爱生活吧，我觉得就是。对，我们的 love 可能是那种更多的大爱的东西的这种。非常的正能量。是不是你们年轻人现在是不是都喜欢那种？不是特别你总说我是年轻人，你也比我没大多少。我们不聊这个话题。所以你也伯克利毕业的，你是哪年毕业的？我总觉得我们所有的话题都会引回到年跟年轻人合作，可能就会感觉更奇怪了。那个形容词。真不好意思。我觉得可以这样，咱们可以上乐器试一试，好，是吧？就是我可以唱一下那小白兔的旋律吧，我们看看用配什么和弦先。也行。我觉得好像这个是 OK 的。我也觉得是。但是就是现在有个问题，因为我没有弹着吉他说唱过，所以。我也没有弹琴唱过民歌。没事，我觉得咱们可以当做是一个全新的尝试。可以，如果我弹不下去了，你可以帮我干。那我唱的时候我弹不下去，你能不能帮我？可以就互相弥补一下。跟他合作就是很开心，创作的状态的时候就很放松，有时候已经忘记摄影机，忘记所有东西。要打分数吗？50分吧。啊！接下来有请诺尔曼、刘炫廷带来《心动之歌》。天天向上提醒您稍后看点。每一个表演者都还是保留了他们的特色。那下次见了。OK， 拜拜。我觉得这个挺有想象力啊。你是我隔壁寝室大学时期最喜欢的歌手之一。为什么不是你们寝室？我有点哇，这个人是不是不好相处啊？本场的心动之歌的归属是 B。猿辅导在线教育，天天向上，待会儿见。猿辅导在线教育，天天向上，现在继续。本节目由猿辅导在线教育冠名播出，上网课就用猿辅导 APP， 天天向上指定补水护肤品牌温碧泉，秒补水顺润透，补水就用温碧泉。接下来有请诺尔曼、刘炫廷带来《心动之歌》。的空气对你格外的中意，让本来席卷着寒冷的冬季，漫步在大草原或一帮天山的行程，篝火前跳个舞，不叫烟花比谁更精神，马背上一起迎接清晨，在我的怀中就不会再怕大雨倾盆。钢琴和旋律让人变得太浮躁，纯粹的感觉不知何时被丢掉。We can finally back together, we just say it out。公路是放声歌唱，没有人能够打扰。Beautiful world, we can feel it now. This beautiful world, we just have it.
Hello。谢老师好。谢老师好，谢谢你选择了我，感谢，意想不到。我其实心中觉得它很合适，因为民谣的这个感觉更多像是诉说，跟我想表达的内容很相似，但是又有融合的感觉。其实挺喜欢你的歌的。谢谢。你是我隔壁寝室音教系的老师，大学时期最喜欢的歌手之一。为什么不是你们寝室？我们寝室睡大觉，他们都喜欢自己的歌。没事，要不我们坐下来先。很开心见到你。这么官方。心里有想到你的名字，刚才。真的假的？真的。我之前也看过一些你的作品。不必互相吹捧。就是那个音乐剧嘛。那我们今天这是不是也可以有一些音乐剧的，就是成分在里面？你现在有什么想法吗？现在先聊天吧，好不好？这个是我的创作技巧，就是硬拖。战术后仰。对，战术后仰。其实我之前在网上有看过花花的表演，然后感觉他是个酷盖，然后我就想，哇，这个人是不是会不会很不好相处啊？然后过来感觉很可爱，小可爱，小姐姐，小可爱，很可爱。先弹点什么吧，我们定几个和声，然后看看。我刚刚写了一个词，但是听到你这个，我发现要打翻调。是什么词？我的闺蜜说我那悠悠的你不要 baby， 要送我2瓶梨，过分美丽，厨房客厅都行，既然都是变的，不如我们在一起。大概能想象出那个编曲的感觉，还挺有意思，挺好听，厉害哇！谢谢，好快啊！简单易写，随便乱写，有点意思。我也想到了一些，我再马上试一下，等我一会儿啊。OK。我坐过来，我用话筒跟你说话，这样因为有和声要调的话会比较方便。睁开眼，想到的是你，闭上眼，画面总浮现，不理解，只是个表演，怎么还会挂念？你觉得这第一段？可以。让我多希望从这里都不动。对。你也多希望从没记住过你的世界和我交接，只为完成一场表演。其实这个歌的意思和内核是用了我的那个意思跟最开始的灵感，然后整个旋律和它出来的气质就是比较甜的气质是他的想法，然后结合一下。我觉得其实还是那个灵感一碰即合的那个点吧，就是这么的顺理成章，天衣无缝。接下来有请谢春花、徐君硕带来《心动之歌》。嗨。这次合作还挺顺利的吧？对，我觉得我们俩写的歌还挺好听的。希望下次能够有机会再合作。好，一起玩音乐。好呀。那么，拜拜。花花。怎么了？没事了。那下次见了。OK， 拜拜。拜拜。睁开眼，想到的是你，闭上眼，画面总浮现，不理解，只是场表演，怎么还会挂念？下雨天，想到的是你，大风天，回忆起剧情，不理解，以为没时间，怎么还会想念？我多希望从没遇见过你，也多希望从没记住过你，你的世界和我交接，唐突带走思念。我希望亲口能告诉你，我的喜欢没有任何意义，我的世界和你交接，只为完成一场表演。拥抱只是剧情，
设计。灯火阑珊是一场剧情，旋律是条微品，我不懂它的心意，歌词骗着自己，想着那天的文不对题，还把下次相遇。嗨，又合作了。对，新的歌你拿到了吗？拿到了，待会儿要对一下台词吗？好，一起对一下歌词。好，那为了这场表演，对，只是一场表演。我多希望亲口能告诉你，我的喜欢没有任何意义，我的世界和你交接，只为完成一场表演。3首心动之歌都已经表演完毕了。哪一首歌是大家心目当中最心动之歌呢？我请现场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拿起手上的投票器。是的，支持第一组表演的请按1，支持第二组表演的请按2，支持第三组的你猜请按几呢？请按3。哎，哇，太聪明了啊！真的是，大家请投票。3、2、1，好的，投票通道结束。好的，我们现在观众投票的票数已经都拿到我的手上了。在揭晓观众投票之前呢，我们有请力宏分享一下对3首心动之歌的感受啊。就看到这个化学反应啊，每一首歌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但是每一个表演者都还是保留了他们的特色，这个是我喜欢看到的。最后这个音乐剧的感觉也非常的多，春花又有她的这个自弹自唱的风格，所以我觉得这个挺有想象力啊，甜甜的，就2个人啊。像你们2个的这个草原风啊，不一样的一个空灵感、空间感，音乐啊，对，也非常棒的。对，炫婷又还是有她的这个饶舌，对，而且她讲的她喜欢把英语跟中文放在一块儿的，这些风格都保留了。这我觉得各有千秋，的确是有很多火花让大家心动了。好了，我们来公布一下现在3组啊心动歌曲在现场观众朋友心目当中的得票情况。对，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第一组。好，曾年和邓建超他们得票数是27票。嚯，吓一跳，27票。接下来诺尔曼和刘炫婷的票数是18票。好，最后一组谢春花和徐君硕的得票是32票，恭喜全场的新。王力宏倾力助阵，各位要多多关注我们力宏的音乐教院。乐学正在报名中，赶快加入！加油加油！谢谢6位创作人的参与，祝你们天天向上。猿辅导在线教育，天天向上。待会儿见。猿辅导在线教育，天天向上。现在继续。本节目由猿辅导在线教育冠名播出，上网课就用猿辅导 APP。天天向上提醒您下期看点。我们今天是法院的一天。韩哥需要策划一场普法活动，前方书记员、一波法警、大张伟导诉员。我的祖父他租了我的房子，现在欠我的钱没给。你的祖父怎么了？没有拿到那个钱。是不是要第3个月才给的？你再等1个月好吗？回去啊！你说的这个事儿，反正我听懂了。然后，但是我看看啊，等我给我查查啊。你是歌手，你不是法官，能够解决问题吗？体验1天当书记员的工作。
书检要负责按揭核查，跟当事人代理人联系，送传票、送诉讼材料、调解、质证、询问、收回会议，这个还只说了1/10哦。哎，法警那边还缺人吗？我要被摔吗？还被打？一博，你准备好加入我们的训练了吗？准备好了。准备，开动！机会。把抽屉打开，把账本拿出来，把这个主机拆下来，后压3台动感单车。有这样的父亲真的是丢脸，一直就是在外面逍遥，20、40、60、70一直玩，没办了，不要说出来，一起来到这里。判决如下：